对，在我们想来测试一下不同充电桩兼容性的路上，我们在这儿好不容易找到了小鹏在合肥唯一的一个720千瓦的桩，我们想试试，结果有一台车，嘿，它就不充，它占着车位，然后一位 Mona 车主充完了，让给我们了720千瓦的充电桩。开启，59千瓦，60千瓦，90。110千瓦，170千瓦，180，200，哦，上200了，就已经200了，天哪，200了。那你这，喂，300了啊，300了，快，哦，快300了，哦，可以呀，可以呀，看不到起就做不到，有点东西啊，就280。输在这儿了。289，这里我这里有，快扫码的。你充1分钟吧。对，289，300。我估计还有得哦，涨，还能涨，还能涨，还能涨，那个因为它电池温过度上来了，电池温度上来了。对，电池温度要上来它才能。它充电306。毕竟我可以换电，然后我也可以偶尔充一充嘛。你有没有说刚才我们为了整到这个300千瓦充电桩，我们等了多久啊？等了20多分钟。没讲这个事儿啊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它在79%的情况下面，还有136.8千瓦的充电功率，已经比大部分高速公路上面确实都快能吃满。80%了，结束。结束是吧139千瓦，80%末端还有139千瓦的，其实蛮快的。我呀，我关了哟。啊，你关吧，可以了。好，我是董外买，这一视频是蔚来 ET9 评测视频的番外篇，因为整体的长视频评测要等到官方保密协议期到期才能说，所以呢，这一期我就来做一个你们可能看不着的一个番外小内容。那这个内容呢，就是蔚来 ET9 充电速度到底有多快。众所周知啊 ，ET9 是蔚来的旗舰产品，自然是可以兼容自家换电站的，并且在上市的时候，全国就有超过1000座换电站。我们这是在合肥试驾的时候，已经看到合肥的换电站是有换电的。去拍蔚来的换电已经显得很无聊了，毕竟蔚来号称自己换电3分钟，实际上换电的时长已经在4代站中被缩短到了2分40秒左右，再去拍这个没啥意思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想拍充电。那蔚来 ET9 的官方标称的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000瓦。当然了，这样的充电功率肯定是要在自家充电桩才能达到嘛，所以具体的数字等到保密协议结束之后来跟大家说。那这一趟呢，我们就开着 ET9 去找到第三方的充电桩，我们在合肥找了一个小鹏的 S5 充电桩，来看一看 ET9 充电速度到底有多快。那整个合肥呢，目前是有一个小鹏 S5 的超充站，官方标注呢是最高可以提供720千瓦的功率。我们到现场之后看到 S5 的充电桩总共有4根，其中有一根桩是被一个车给占着在。而且呢，车上并没有留下电话号码，我们试图使用12123去挪车也无果。然后另外呢，3个车位都在充电，其中有2台车呢，车上并没有人。最靠外面的一个充电桩呢，是一台小鹏蒙纳03正在充电。我们跟车主沟通了一下，车主表示他自己需要跑长途，要等待充电充完才可以走。所以我们大概在那个充电场等了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。于是呢，等到蒙纳车主离开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正式充电了。此时呢，我们把这台 ET9 的电量已经消耗到了6%，应该来说是非常低的一个 SOC 水平了，也跟大家日常充电的情景比较相似。在插上了 S5 的充电枪之后，使用 APP 去扫码，点击充电启动。这一整套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等了约30秒，然后充电握手协议成功了。起始的充电功率是60千瓦。那随着时间的往前走，车的充电速度越来越快，最高峰值达到了306千瓦左右。考虑到因为使用的是第三方的充电桩，根据国标的协议，第三方最大可以兼容的电流就是400安了。
所以400乘上800，差不多320千瓦，就是它在第三方可以充到的最大的功率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已经一度充到了305、306千瓦，我们觉得整个速度已经很快了。那最终呢，我们按照6%到80%这样的一个充电时长，我们实测呢一共花费了22分钟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当然已经相当快了。你要知道，充电是一个非常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。你来的时候充电桩不能有占位，你的车的整个 SOC 要低，你的车的电池的温度要合适，太热了也不行，太冷也不行。整个充电桩的协议要跟你去匹配，充电桩自己的功率要合适，充电桩没有分很多流，整个充电桩的上游电网供电是合适，所有这一整套达到之后，10%到80%所花费的时间大概是18到19分钟，这是在第三方装。你觉得这个充电时长怎么样？毕竟呢，未来是可换、可充、可升级，两条腿走路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书上订阅懂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